4只界灵踏空而立，每只的体型都有10几米高，虽是人类的形态，但却并非人类，面目狰狞，长得如同恶鬼一般可怕，手持怪异的武器，散发着强大的气息。这乃是4只来自鬼灵界的界灵。当这4只界灵出现之后，莫说是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人，就连界灵公会的人们也是面容大变，被空中的4只界灵所惊吓到了。因为这4只界灵散发的乃是天5、6中的气息，这样的实力，在场之人少有人敌，已是堪比4大势力的老祖以及界灵公会的会长和界氏族人的现任族长界新朋，并且这界灵乃是来自灵界，显然具备人类修武者所没有的特殊力量。从气息上来看，就比元刚宗、逍遥谷、白藏教以及火神们的4位老祖要强横得多。而顾天辰竟然意念转动，便能召唤出4只天5、6中的恐怖打手，这自然是让人震惊这位天才界灵师的可怕实力。对于普通的蓝袍界灵师来说，与3只界灵结缔契约已是极限。这顾天辰竟然能够与控制4只界灵，他的实力也好强，恐怕与那界势一样，也是距离紫袍界灵师不远了。见到眼前的一幕，紫灵低声说道：“4只界灵，每个都是天5、6中，这也太强了吧！难怪说界灵师是一个了不起的职业。今日一看，还真是如此。”张天翼也是满面的羡慕，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大的界灵，也是第一次如此羡慕界灵师这特有的能力。这还不算什么，传说若是界灵师强到一定的境界，独自一人便可召唤出一队界灵大军，为自己所用。那种强大的界灵师，虽然平时行走只是一人，但若是战斗之时，哪怕是传承万年的宗门势力，也不会是他的对手。楚风开口说道：“这些是他听蛋蛋说过的。虽说界灵师召唤的界灵数量是用来衡量一位界灵师实力的标准，但只要界灵师强大到了一定境界，的确是可以独自一人召唤出一队界灵大军，攻伐天下，所向无敌。”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张天翼不由倒吞了一口口水，脸上的羡慕之色顿时浓郁了极点。一位界灵师随身携带一队界灵大军，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时让他向往。可是奈何他不具备精神力，此生注定与界灵师无缘，那种无尽的向往也只能转变为无尽的羡慕。事实上，不只是张天翼，就连同样身为界灵师的紫灵，听得楚风的话后，那张绝美的小脸也是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他不由得想象到了一个画面：一位界灵师悬空而立，指挥一队界灵大军为自己攻伐天下的场景。可以说，这种画面只要让人想想都会感觉热血沸腾。但是紫灵却知道，哪怕同样是界灵大军，但威慑力也是有所不同。要论起界灵的威慑力，有哪座灵界的界灵能比得上修罗灵界的界灵呢？所以只要想到日后在楚风的身后跟着的乃是一群修罗灵界的界灵大军，就连他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而就在3人愣神的功夫，顾天辰所召唤的4只界灵已是发动了攻势，只不过与他们4位交战的却也并非人类，同样是4只界灵。这4只界灵长得与妖兽有些相像，乃是来自兽灵界的界灵。这4只兽灵界的界灵，有者不逊色于顾天辰那4只鬼灵界界灵的实力，乃是界势所召唤而出。界势此刻已是腾空而起，站立在天界，笑眯眯地望着顾天辰，说道：“顾天辰，当初你我一同闭关，但你却比老夫晚出关数天之久，这已说明你的天赋不如我。难道今日你还想战胜我不成？界势，你还是如同当年一样目中无人。其实界灵公会与界氏族人本可共存，但你却非要分出个胜负，争个你死我活。如今过了100年，你我已从当初的壮志青年变为了满面皱纹的老人，从族内的小辈成为了长辈，寿限将至，皆是没有几年的活头了。但你却依然冥顽不灵，竟然趁我没有出关之际，便向我界灵公会发动攻势，想将我界灵公会铲除。你的确是一个祸害，为了我界灵公会的安宁，我今日定要将你铲除。”顾天辰高声说道：“顾天辰，想铲除我，你有这个实力吗？当初的你无法胜我，今日你依然无法胜我。就算今日一战有人会胜，那么那个胜的人也一定是我，并且我可以实不相瞒地告诉你，你已经出来晚了。在你闭关的时候，你界灵公会的人已通过特殊的传送阵，偷偷地将你界灵公会优秀的小辈转移出界灵公会，想让他们躲过一劫，却不知我早就算到他们会有这一手。所以你界灵公会如今最优秀的小辈们，眼下皆已毙命，而没有了那些优秀的小辈，你界灵公会注定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弱于我界氏族人。所以就算我今日不灭你界灵公会，你界灵公会也已经败了。”界氏疯狂地大笑着，而听到他的话后，界灵公会的现任会长以及若干当家长老们皆是神情大变，一个个面如死灰，甚至有些人双腿一软，感觉天旋地转，昏倒了过去。甚至就连那顾天辰也是眉头紧皱，沉稳的目光开始闪烁不定。因为就如同界氏所说，优秀的小辈决定这一座势力的未来。若他界灵公会的小辈真的已遭遇不测，那一定会影响界灵公会未来的发展，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界氏，你休要胡言乱语，我界灵公会的传送阵乃是历代前辈的心血，岂是你能够推算得出来的？有一位界灵公会的当家长老不肯相信界氏所说的话，大声反驳道：“我胡言乱语？你们睁开狗眼仔细看看，元刚宗、白藏教、火神们、逍遥谷的4位宗主，现在为何不在我大军之中？他们去了哪里？难道你们想不到吗？”顾天辰，你告诉你界灵公会这些无知的后辈，告诉他们我界氏到底是否具备推算出你界灵公会传送阵的能耐。界氏笑得越发大声起来，如同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一般。这一刻，面对界氏的质问，
顾天辰则是站在天际，眉头紧皱，并未言语，因为他知道以介氏所掌握的戒灵之术，的确具备推算出他戒灵公会传送阵的本事。但是眼下他却不能承认这一点，否则会让他戒灵公会的士气遭到巨大的打击，不利于接下来的大战。介氏那老杂毛说的没错，他的确得知了高副会长以及徐兄弟等人逃离的方向，并且派出了介清明以及4大势力的宗主以及若干强者前去拦截。就在这时，楚风突然开口了：“楚风，你此话当真？”楚风此话一出，戒灵公会的人彻底慌了，尤其是戒灵公会的会长以及诸位当家长老这些高层们，一个个更是如临末日一般，连身体都开始颤抖起来。我楚风从不说假话，只不过他们刚刚将高副会长等人拦截，还没来得及下杀手，便被我与子灵还有张师兄撞见了。身为戒灵公会的一员，戒灵公会的敌人就是我楚风的敌人。见到有人竟敢对我戒灵公会的人不利，我楚风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我将戒清明以及4大势力的人全部斩杀了。楚风继续说道：“你放屁！”而听了此话，那些戒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人，则是面容大变，一个个皆是对着楚风大喊大骂起来。因为无论是戒清明还是那4位宗主，对他们来说可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力。若是真的出现了什么3长2短，对他们来说乃是巨大的打击，并且他们也不觉得楚风所说的是真的，都觉得楚风是在妖言惑众，想要影响他们的士气。你们不信？楚风哈哈一笑，也不与他们废话，而是手掌自乾坤袋轻轻划过，只见光芒闪烁之间，一颗人头便出现在了场心，随后将那人头高举，大声说道：“你们看看，这是谁？”清明看到楚风手中的头颅后，戒氏族人的现任族长戒心鹏顿时神情大变，嘴巴张得溜圆，眼中涌现出了滔天的怒火，愤怒的仰天咆哮起来。因为身为戒灵师的他，能够分辨出楚风手中的头颅绝非是假的，那的确是戒清明，无疑他戒氏族人未来的族长，他培养了多年的接班人，竟然被楚风给杀了！楚风，我要宰了你！这一刻，戒氏族人的所有人都怒了，一个个的杀机四溢。因为哪怕戒氏再强，但却已是受限将至之灵。虽然眼下能为戒氏族人主持大局，大杀四方，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戒氏这位老祖宗已活不了几年了。可是戒清明不同，虽然说现在的戒清明还不是很强，在族中的地位还不能与戒心鹏和戒氏相提并论，但是却潜力巨大。可以说，如今的戒清明丝毫不输于戒氏年轻的时候，乃是他戒氏族人未来的希望。可是如今这个希望竟然被人破灭了，这教戒氏族人如何能够接受？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楚风碎尸万段。楚风，你这小鬼，我定然要让你付出代价！不只是戒氏族人，就连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以及火神门的人也皆是勃然大怒，一个个杀气冲天。因为连戒清明都被杀了，他们知道他们的那4位宗主以及诸多高手也定然是凶多吉少。那个叫楚风的小鬼，你可真是胆大妄为，自寻死路！我戒氏发誓，定然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若不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就枉活了这么多年。事实上，就连戒氏也怒了。他出关已有数日，对于戒氏族人如今的情况很是了解，并且对于戒清明他也很是看重，正准备专心栽培，却不曾想被人杀了。所以他也是不再废话，而是带领着麾下的100万精英大军，向那失去了最强结界大阵的戒灵公会发动了全面的攻势。这场惊天大战已然开始。哈哈，戒氏，看来你错了。100年之后，我戒灵公会的小辈显然比你戒氏族人的小辈要优秀得多，注定要灭亡的不是我戒灵公会，而是你戒氏族人。这一刻，先前还满面愁容的顾天辰则是满面的狂喜，他意味深长，满目欣赏地看了楚风一眼后，便是一阵大笑，身形一纵，向那正面袭来的戒氏飞了过去。2位天武7重的高手眨眼之间便交战在了一处，他们所在的天空被磅礴的涟漪所充斥，没有人敢靠近，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强了，哪怕是交战的余波，也不是普通的天武境所能够承受的。楚风小友，大恩不言谢，从今以后，我戒灵公会是要与你共存亡，只要我戒灵公会在，就会保你安宁。有人想要动你，除非他能灭掉我戒灵公会。这一刻，戒灵公会的现任会长也是对着楚风暗中传音，他同样是狂喜无比。尽管此刻已与戒心鹏交战在了一处，但也不忘记向楚风表示谢意，因为楚风不只是帮了他戒灵公会一个大忙，还等于是拯救了他戒灵公会未来的希望。事实上，此时此刻戒灵公会的许多当家长老都很感激楚风，他们有的暗自传音，有的干脆高声大喝，皆在向楚风表达谢意。因为楚风的举动，使得戒灵公会的成员士气大涨，哪怕眼下面对的世界氏族人与4大势力集结的100万精英大军，但也并不惧怕，反而越战越勇。与此同时，张天翼也是主动的加入了战圈，他手持神木剑，散发蓝火焰，以绝对的实力压制住了4座势力的老祖。一时之间，这场大战竟然是戒灵公会占据了优势。楚风，我们要怎么做？是帮助戒灵公会胜了这场战争，还是直接去修罗鬼塔？紫菱并未出手，而是站在楚风身旁，小鸟依人的等待着楚风的决断。此刻，楚风扫视了一眼四周，看着那已然天昏地暗的战场，说道：“这场大战胜负未定，以你我2人的修为，皆是无法左右战局。与其没有头绪的作战，还不如去寻找其他出路。紫菱，你跟我去修罗鬼塔，只要能够将那位神秘妖兽请出，哪怕是戒氏族人再强，今日也定将灭亡。”楚风说话之间，便化作一道流光，向修罗鬼塔的方向飞掠而去。而紫菱也是娇躯一纵，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修罗鬼塔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传
传说其中藏着巨大的宝藏，只不过至今却无人看到那宝藏为何模样。但是抛开宝藏不谈，对于戒灵师来说，这修罗鬼塔也绝对是件稀世珍宝，因为它其中所蕴含的灵压能够起到提升精神力的作用。当初戒灵公会建在此处，就是想将修罗鬼塔占为己有，所以这修罗鬼塔可以说是戒灵公会最重要的东西。哪怕是如今大战之时，戒灵公会也仍派了诸多强者驻守在此处。只不过当楚风来到此处，要求进入后，这些守护者们却并未拒绝。毕竟楚风救了他戒灵公会优秀小辈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对于他们来说，楚风如今就是戒灵公会的大恩人，恩人的这点要求，他们怎么会拒绝？于是，楚风与紫菱一同进入了修罗鬼塔。以紫菱的天赋，登上那传说中的第6层自然不难，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只不过当楚风打开第7层的入口之后，紫菱却遇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无论如何都无法踏入。而这道屏障却是楚风所感受不到的。楚风，这第7层的无形屏障很厉害，除非有特殊的破解手段，否则我是无法进去的。你自己进去吧，不过千万小心一些。紫菱站在第6层，看着那第7层的楚风，甜甜的笑着，但在那美眸之中却涌现着些许担忧。他早就听楚风说过，这里被关押着一只妖兽，这只妖兽很强，100年前便轻松击败了介氏与顾天辰2位天才，很有可能是一位紫袍戒灵师。100年之后，相信他已经更加强大。再加上那神秘妖兽，告知楚风去万妖山就能提升精神力，但实际上却又有5大妖王守护，并且有着无数机关，差点让楚风丢掉小命。紫菱便觉得那被关押在此处的妖兽并不是那么可信。放心吧，我心中有数。楚风微微一笑，便转身向那关押妖兽的地方行去。对于那神秘妖兽，楚风自然也并不相信，而他如今之所以还敢义无反顾地来此解救那妖兽，自然是已有了完全的准备。穿过那由强横结界打造成的走廊，楚风终于走到了尽头处。这里是一座结界牢笼，牢笼里面关着一只尖牙利齿、双眼血红、张着一对尖尖耳朵的妖兽。这个妖兽看着有些瘦弱，也没有多么强大的气息散发而出，给人一种极其弱小的感觉。但是楚风却知道，这只妖兽是非常危险的存在，也是他要解救的存在。小子，你小子终于来找本大爷我了，厉害啊！刚好2年，竟然真的成为了蓝袍戒灵师。你是怎么靠近那修罗鬼府的？我的5个小徒弟现在还好吗？万妖山的小家伙们都还好吧？这只妖兽一如既往的活泼好动，看到楚风之后更是狂喜无比，不停地问东问西。我能成为蓝袍戒灵师，虽然是与你有些关系，但实际上还是靠我自己。当初你明明告诉我，按照你给的地图就能找到提升精神力的工具，但却没说万妖山是那样的凶险之地。你知不知道，我可是差点因为大意被你害死。楚风面色冰冷，满面愤怒地质问道：“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如果我什么都告诉你了，那就没意思了。现在这样子才有意思，至少说明本大爷我没看错人。快过来，本大爷教你一座布置一座结界阵法，只要与我里应外合，10天之后我就能离开此处。”这只妖兽咧嘴一笑，丝毫没有愧疚之意，反而觉得自己做得很对。让我帮你出去可以，但我现在根本就无法相信你，所以想要我救你离开这里，你就必须要听我的。楚风说道：“小子，你要本大爷听你的？可以，只要能让本大爷出去，怎么都行。你说怎么听你的？”妖兽倒是没有拒绝，反而笑嘻嘻地追问起来，就如同只要让他出去，真的怎么样都可以。楚风并未回答，而是双手叠加，意念转动，一道结界大门浮现而出后，蛋蛋也是那大门内走了出来。这是修罗灵界的戒灵。看到蛋蛋之后，那妖兽竟然瞳孔一缩，脸上涌现出一抹吃惊之色，随后说道：“哇，小子，你够厉害啊，竟然能够与修罗灵界的戒灵结缔契约，难怪你能如此轻松地进入这里，厉害厉害啊！喂，小妖，想要离开这里是吧？想要离开这里，就按本女王说的给我布置一道传送阵。”说话之间，蛋蛋手指轻点，层层气体浮现，便在身前绘制出一座传送阵的布置方法。而与此同时，楚风已是开始布置这座传送阵。你这小姑娘厉害，竟然能够掌握这样厉害的传送阵。这传送阵里应外合，的确能够避开这封闭我的结界，将一些东西进行传送。只不过可以传送的物体太小，你从外面给本大爷传送点吃的倒是可以，想将本大爷传送出去，几乎不可能。妖兽并未按照蛋蛋所说布置传送阵，反而是轻蔑地笑了笑。谁说要用这个传送阵？将你传送出来了，我是要将这个传送进去，然后叫你吃掉。蛋蛋甜美一笑，手中便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黑色物体。那物体不过指甲大小，但却散发着层层黑气。仔细一看，那个圆形物体竟然是一个黑色的小骷髅头。你这小姑娘可真不地道，竟然拿这样的毒物要本大爷吞服。妖兽眉头微皱，但脸上依然挂着无所谓的笑容。放心，这东西不会要你的性命，只是它会束缚你的心绪。若是你对楚风心生歹念，他便会折磨你；但若是你没有对楚风动邪心，他也绝不会影响你。淡淡说道：“小姑娘，小子，你们2个觉得我不可信，我理解你们要给我吃这样的东西，我也能理解。但是本大爷又凭什么相信你们呢？你们说这不是毒物，那万一是毒物呢？何况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万一这是一种能束缚我思想的东西，你们操控我，让我去做在一些我不想做的事，那怎么办？”妖兽撇嘴说道：“你别无选择，要么现在就布置传送阵，将它传送过去后吞服下去，要么我们2个立马走人。”
你就等着在这修罗鬼塔内老死吧。蛋蛋说话之间便转过迈步，欲要走人，而楚风也是停止布置传送阵，转身欲走。等等，本大爷认栽了，我吃还不成吗？可就在这时，楚风与蛋蛋的身后却突然传来那妖兽妥协的声音。回头一看，楚风的面容不由微变，因为他发现，在那妖兽的身前竟然出现了一座传送阵，那正是蛋蛋要他布置的传送阵。这传送阵很难布置，这也是为何他布置了这么久还没有完成的原因。但是就是这样难以布置的传送阵，这只妖兽竟只在一瞬间便完成了。小子，快点布置传送阵，把那毒药给本大爷传进来，本大爷要吃了它。神秘妖兽笑嘻嘻地说着，就如同他一点都不惧怕蛋蛋的那颗毒药会置他于死地一般。见状，楚风也是赶忙继续布置传送阵，虽然手中忙着，但内心却是激动起来，因为那妖兽掌握的结界之术很是厉害，这绝对不是蓝袍界灵师能够做到的。所以楚风几乎已经确定，那神秘的妖兽肯定如同蛋蛋所说一样，乃是一位紫袍界灵师，而紫袍界灵师就能够解救苏柔和苏美，甚至帮助青龙道人重生，说明楚风这么久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经过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楚风总算将那道传送阵布置完毕。而在将那颗蛋蛋拿出的毒药传送过去之后，那只妖兽也没有耍花样，而是当着二人的面直接吞了下去。最让楚风无奈的是，那么恐怖的一颗毒药入腹后，那妖兽竟然还满面喜悦地大喊了一声美味。好了，小子，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将这颗毒药吞了，下面你就按照我所说布置一道开启结界阵吧。你我里应外合，最多10日，本大爷就能破开这道结界牢笼，离开此处。吞服过毒药后，妖兽说道：“前辈、晚辈还有几件事相求。”楚风再次开口道：“小子，有事尽管说，你能帮助我离开此处，恢复自由之身，算是对本大爷有恩。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尽量帮你妖兽道爷爽快。”并未废话，而是拍着胸脯直接问道，就如同不论楚风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一般。随后，楚风便将需要这位神秘妖兽帮忙的事情如实的说了一遍，比如要他帮助界灵公会赢得此次大战的胜利，救出苏柔和苏美。至于青龙道人的事，因为青龙道人指名点姓要自己帮忙，所以在没有青龙道人允许的情况下，楚风自然不会要求这位妖兽帮忙。而这只妖兽依然很是爽快，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了楚风的这些条件，这使得楚风对这只妖兽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些好感。之后，楚风便按照这只强大的妖兽所说，开始里应外合的布置结界大阵。这座大阵很厉害，但需要布置的时间也很长，最快也要几日，不过最长也不会超过10日时间。其实相比于这只妖兽被困在这里100年，10日时间真的不算什么。可是眼下界灵公会可是在与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大战，强者之间交锋，虽然可以惊天动地，但有的时候胜负其实可能只在一瞬间就会分出。不过好在这场大战并非是顶尖强者的单独对决，而是两方势力的对决。无论是界氏也好，还是顾天辰也好，他们都没能全身心的投入彼此的决战，而是不断的关注着自己的晚辈们。每当有晚辈不敌对手，陷入危难之际，他们都会奋出精力前去帮助，这也使得这场大战很是漫长，并且死亡的人数也是很少。而同时，人们也是不得不佩服界氏与顾天辰这2位老祖的实力，不但能够力战强大对手，还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保护众人安危，这种事情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场大战变成了消耗战。虽然界灵公会的人伤亡不多，可是界灵公会的建筑可就被毁坏了不少。可以说，这座庞大的势力除了核心地带之外，已是被战斗的余波弄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但是这还不算什么，经过了几日时间的奋战之后，界灵公会的老祖顾天辰可能是因为刚刚出关便经历大战的原因，竟然体力有些不支，渐渐落入了下风。轰！突然，一道恐怖的能量涟漪在夜空炸响，刺眼的光芒笼罩天上地下，将这片天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但是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那涟漪之中爆射而出，狠狠地射入地表之内，溅起了层层轰鸣以及大片的烟尘。老祖！这一刻，界灵公会的人都慌了，因为他们知道那道涟漪乃是界氏与顾天辰造成的，而那从空中跌落的正是他界灵公会的老祖顾天辰。不要慌，我没事。就在这时，顾天辰的声音突然自下方炸响，紧随其后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停在了夜空之中。这位正是顾天辰。此刻的他衣衫洁净，不染一丝尘埃，面色也是正常，丝毫没有受伤的模样。见到这样的顾天辰，界灵公会的人们不由长舒了一口气。眼下这位老祖可是他们的主心骨，大战了足足几个日夜，还能有这么多人存活下来，都是因为他。如果顾天辰出现什么3长2短，那么他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死去。但是相比于那些普通成员的安心，界灵会长以及当家长老这些高层人内心却是更加慌乱起来，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得到顾天辰气息的变化。顾天辰受伤了，并且受了很重的内伤，他是故意装作未受影响，为的就是避免影响大家的士气。可是对于顾天辰的这种变化，连他们都看得出来，那界氏又岂会看不出？顾天辰，不要强撑了，今夜就是你界灵公会的末日，哪怕是你也活不过今夜。果不其然，界氏再度疯狂地大笑起来，就犹如界灵公会已经败了一样。界氏，你休要狂妄，只要有我顾天辰在，就绝不容你在我界灵公会撒野。顾天辰冷哼一声，层层天力自体内溢出，周边的空间便开始一阵扭曲，紧随其后开始浮现出道道裂痕，最后竟然开始崩塌破碎。随后只见其身形一纵，只听轰的一声，便化作一道火红色的光芒，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
向界势飞掠而去，威势倒是不错，不过可惜，只凭现在的你，哪怕是全力出击，也绝非我的对手。而面对顾天辰的恐怖攻势，界势却是丝毫不惧，相反，在其嘴角还挂着一抹轻蔑的冷笑。这一刻，界势也是使出了全力，他踏空而立，站在原地，周遭的天空也是开始一阵蠕动，紧随其后，他周遭的空间竟然开始崩塌碎裂，而后无形的天力便化作有形的能量体，出现在他的周围。起初，那天力如漩涡一般围绕着他旋转，掀起阵阵狂风，随后天力又化作一条风形长龙爆射而出，与那正面袭来的顾天辰轰击在了一处。两者相对，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动天地的轰鸣，强大的涟漪，就连那界势也是难以抵挡，被震得在空中倒退数米，面容变得有些苍白，嘴角甚至流出了一丝血液。而在观那顾天辰，更是大口鲜血喷洒而出，那一尘不染的白衣已是化作了鲜血模糊的血衣，整个人的气息更是虚弱到了极致，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向地上坠落而去，已是身负重伤，失去了战力。老祖见到这一幕，界灵会长以及诸位当家长老皆是面容大变，一个个冲天而起，化作流光向顾天辰飞掠而去。然而只见那界势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液，随后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力量便暴涌而出。那界灵会长以及诸多当家长老还未靠近顾天辰，便被界势所爆发出的力量击中，一个个口吐鲜血，倒飞而去，最终狠狠地摔落在地上，皆是伤势惨重，非死即伤。紧随其后，他反手一抓，那磅礴力量又化作汹涌的吸力，将那还在坠落的顾天辰吸了过来。当顾天辰靠近之后，界势用单手竟抓住顾天辰的腰身，随后高高举起，眼望下方的界灵公会，对着的众人高声说道：“楚风，楚风呢？楚风，你给我滚出来！你再不滚出来，我就杀了这顾天辰！”话罢，界势另一只手猛然探出，一把抓住了顾天辰的一只手臂，随后只听扑哧一声，在大片鲜血倾洒之间，界势竟然将顾天辰的一只手臂给硬生生的扯了下来。不要！这一刻，界灵公会的众人都彻底慌了，一个个高声呼喊起来：“楚风，你这胆小鬼，不敢出来了吗？那你就给我记住，今日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因为你死的。”面对界灵公会众人的呼喊，那界势反而越来越兴奋，紧随其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顾天辰的另一只手臂给硬生生的扯了下来。界势心狠手辣，每在呼唤楚风一声之后，都会对顾天辰下以毒手，到的最后，竟然顾天辰的四肢全部给硬生生的扯了下来。不要！求你，求你，求你放过老祖吧！界势大人，我们求您了，求您不要这样对待我们的老祖！这一刻，界灵公会的众人已是临近崩溃，一个个的哭喊连连，甚至大声求饶。莫说那些女子们，就连一些老辈的长老级人物也是满面的泪水，因为他们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家的老祖被人如此星号，在受限将至之年，还要承受分体之痛，连死后都不能有具全尸。可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因为以他们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界势。前去阻止之人都被界势硬生生的打成了重伤。界势还没有下杀手，因为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让界灵公会的所有人都亲眼看着，让他们亲眼看到顾天辰是如何死在他的手中的，让他们亲眼看到顾天辰临死之前所受到的星号，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他内心的愤怒。顾天辰啊，顾天辰，并非是我界势无情，实在是你界灵公会的小辈太过无能。若是那个楚风现在敢战冒头，我今日绝不杀你。不过可惜啊，他早就逃之夭夭，置你这位老祖而不顾了。既然如此，你就不能怪我无故往日情面对你出手，要怪就怪那楚风吧。这一刻，界势竟然将手抓在了顾天辰的头上，想要在众人的注视下咬断顾天辰的脑袋。界势，要杀我就尽管动手，不要再说废话。就算你今日杀了我，毁了我界灵公会，但是只要我界灵公会的优秀小辈还在，我界灵公会就总有东山再起之时。我相信有楚风这样优秀的小辈坐镇，我界灵公会早晚会崛起，他会超越我，超越界灵公会的历代先辈，让我界灵公会登上一座前所未有的巅峰，会亲手灭掉你界氏族人，会亲手杀掉今日来犯我界灵公会的所有势力所有人，会为我们报仇。你界氏族人灭亡已是大势所趋，你界氏根本无力阻止。顾天辰尽管已是残废之身，但他却始终未曾皱过半小眉头，哪怕眼下面临死亡之境，也依然是面色不改，大人物的风范在此刻尽显。好你个顾天辰，已是必死之人，却还敢大言不惭，口出狂言。放心，那楚风也好，还是你界灵公会的其他后辈也好，都会一一死在我界氏的手中。只要我界氏还在，他们一个都逃不掉。你们就去阴间会合吧。听得顾天辰的一番话后，界氏的面容突然转冷，说话之间眼中杀机四溢，便要咬断顾天辰的头颅。可就在这时，一声轰鸣突然在界灵公会的深处响起，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气息也是爆发开来，只是瞬间便吞噬了这方天地，吞噬了这里的所有人。这一刻，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他们的身体竟然被那股恐怖的力量束缚了，无论是玄武境的也好，还是天武境的也罢，皆是被那恐怖的气息牢牢锁住，难动分毫。事实上，就连那界势也被束缚了，强大无匹的他，此刻竟然也被束缚在了半空之中，难以自控。不知何方前辈路过此处，若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界势极其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这位出手之人实在太强了，强大到远在他之上。面对这样的强者，哪怕是他也必须放低姿态，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死亡。要杀你的人。而就在这时，一道杀机弥漫且又异常响亮的声音，也是突然在界灵公会的方向炸响。
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莫说是那届世和顾天辰，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脸上涌现出了无比震撼的神色，因为他们都能够听出这个人并非是别人，正是届世所一直呼喊的人。楚风，界灵公会所在的这片天地早已风云变色，而在那吹动的飓风之中，搅动的白云之间，3道身影正自核心地带御空而来，最终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这3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紫菱以及那位在修罗鬼塔内关押了100年的妖兽。经过了足足7日的时间，楚风总算将这位妖兽自修罗鬼塔内救了出来。而在这7日时间内，楚风与妖兽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以及万妖山的事情，甚至将修罗鬼府以然认他为主的事情告诉了妖兽。当得知这件事后，妖兽也很是震惊，不过却也并未多说什么，反而说让楚风好好珍惜修罗鬼府，因为那修罗鬼府与这修罗鬼塔可能有着一些牵连。不过可惜，在妖兽脱困之后，他却死活不肯让楚风向修罗鬼塔内深入，甚至多看一眼都不肯，还告诉楚风，除非楚风有5军境的修为，否则还是不要进这修罗鬼塔为好，因为那困住他的结界牢笼不过是这修罗鬼塔的第1道关卡，后面关卡肯定还有，并且会更加恐怖，也许就不是简单的困住人这么简单了。而本就不傻的楚风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性，于是也没有深入，并且经过7日时间的相处，楚风也是知道了这只妖兽的一些事情。这只妖兽已活了200多年之久，本是万妖山内一只普普通通的猴妖，却因机缘巧合之下，在万妖山内得到了那位金袍界灵师留下的宝藏。从此他的修为开始变强，且通过特殊手段使得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得到了特殊的血脉之力，成为了万妖山的妖王，人称妖猴王。因妖猴王心底不坏，日夜苦修，异常勤奋用功，便得到了那位神秘金袍界灵师的青睐。于是那位神秘的金袍界灵师便将自己的那道神识现身，开始亲自指点妖猴王修炼，还传授了他精神力，教他做一名界灵师。后来在金袍界灵师神识的指点下，妖猴王找到了修罗鬼府，还成为了一名强大的界灵师。只不过可惜，他却不能让修罗鬼府认主于自己。而对于这种事，那神秘的金袍界灵师只是说，妖兽王与修罗鬼府无缘，从此以后便不再传授妖兽王任何东西。至于如今万妖山的5位妖王，实际上就是妖猴王后来收的5位弟子，他们也是因为得到妖猴王的指点和传承，才能拥有特殊的血脉之力，拥有如今的力量。有一日，那金袍界灵师再度现身，称自己遗留在万妖山内的这道神识可能存活不了多久了，但在最后一个机缘没被人得到之前，他还不想消失，所以决定长眠。妖猴王很是机灵，对于金袍界灵师遗留在万妖山内的最后一个机缘，他并未多问，这使得金袍界灵师很满意。于是在其长眠之前，那位金袍界灵师便告知妖猴王，说在修罗鬼塔内有宝藏，不过却提醒妖猴王，在他没成为5军之前，不可闯入修罗鬼塔。当初的妖猴王就是没听金袍界灵师的劝，才来到了界州，凭借强大的力量击败了界世和顾天辰，但最终却也被困在了此处。若不是楚风出现，想必会被困得更久，直至老死也说不定。界世、顾天辰，你们2个小子可还认识本大爷？此刻，妖猴王已是与楚风和紫菱来到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他看着不远处被自己束缚的界世和顾天辰，大声地笑了起来。是你？难道说你就是那楚风师尊？界世自然认识妖猴王，所以当他看到万妖王后，神情顿时变得异常慌张，甚至一双苍老的双眼之中涌现出了无尽的恐惧。先前的王者风范此刻全无，因为之前界星鹏等人就一直猜测楚风的身后可能有一位了不起的师尊，而界世得知楚风的事情后，自然也会觉得楚风是得到了高人传承，所以才掌握着如此逆天的本领。眼下他看到了妖猴王，自然第一时间的将妖猴王联想为了楚风的师尊。只要想到妖猴王的手段，他便觉得自己今日已是大难临头。哦，师尊。妖猴王看了一眼楚风，一阵哈哈大笑，随后指着界世以及4大势力的老祖说道：“你错了，楚风可不是我的弟子，他乃是我的兄弟。听说在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没少欺负我这位兄弟，今日本大爷就是来找你们一一算账的。”妖猴王的声音极其刺耳，其中蕴含了浓郁的杀机。只是听到他的这些话，界世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人们都会感觉四肢发软，冷汗连连。界世前辈，这妖兽究竟是何方神圣？您为何对他如此客气？就在这时，火神门门主开口了。他们被束缚住了，但却并不知道界世也被束缚了，还以为界世此刻乃是自由之身。毕竟界世可是天武7重的修为，这样的境界在九州大陆有几人能够束缚于他？除了姜氏皇朝的人外，几乎可以说是无敌于九州的。哈哈，你们不知道他是谁？我顾天辰可以告诉你们，他就是100年前击败我和界世的人，一位强大的紫袍界灵师，100年之前便是天武7重的存在。就在这时，顾天辰竟然开口了。虽然他4肢已断，但此刻的他却是满面笑脸，因为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楚风会与那妖猴王有着如此特殊的关系。他知道今日他界灵公会甚至是他都有救了。什么？他便是100年之前击败界世和顾天辰的存在，100年之前便是天武7重的强者。这位神秘的绝世强者竟真的是一只妖兽！天哪，紫袍界灵师，这可是九州大陆至今为止都未出现过的存在，是一个传说。而这传说的境界竟被一只妖兽做到了。而得知妖猴王的身份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浑身抖动，面如死灰，甚至有几个不争气的小辈更是胯下一颤，湿润了大片，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今日已是大难临头，命将休矣。
对于众人那惊恐的神情，妖猴王也显得很是得意。他看了眼顾天辰道：“你小子记性倒是不错，比那届世强，也不枉楚风兄弟让我救你。”说话之间，他手掌探出，以指为笔，对着天空一阵刻画。只是眨眼之间，一道圆形的紫色磅礴大阵便浮现在半空之上。这紫色大阵很是华丽，其中符咒无数，光芒闪闪，尤其是在这夜空之下，璀璨无比。在将大阵布置而出后，妖猴王意念一动，顾天辰便自借势的手中飞掠而起。与此同时，那被借势扯断的四肢也是从地上飞向高空，与顾天辰一同进入了那道紫色的结界大阵之中。准确的来说，是自那结界大阵内穿越了过去。在进入之时，还是没有四肢的残废，但出来之时，四肢已然完好无损。顾天辰那被借势所扯断的双臂和双腿竟然恢复了，连一道疤痕都没有留下，完好如初。见到这样一幕，哪怕是以修炼界灵之术为主的界灵公会的高手们，一个个也是目瞪口呆，表情异常精彩，不由自主的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顾天辰的手脚竟只在一瞬间便恢复了，这种强大的手段可是他们也远远不具备的。他们这可是第一次见识到紫袍界灵师的强大。顾天辰，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此刻妖猴王已是解开了顾天辰以及界灵公会所有人的束缚，所以顾天辰已是能够自由移动。他踏空而行，来到妖猴王身前，竟半跪在地，对妖猴王施以大礼。唉，不要谢我，要不是我这楚风兄弟开口，本大爷才不会管你死活。谁曾想那妖猴王却根本不正眼看顾天辰，只是随意的摆了摆手，显得很不耐烦。这一刻，顾天辰有些无言，只能将那无助的目光投向妖猴王身后的楚风。前辈，快请起。见状，楚风则是赶忙上前，将顾天辰搀扶起来。事实上，他也很无奈，因为他万万也想不到，那妖猴王对他以及紫菱如此随和，但对待顾天辰却会是这么大的架子。楚风，我界灵公会能够有你这样的后辈，真是各位先辈积来的福气啊！看着眼前的楚风，顾天辰满面的喜悦与欣慰。虽然刚刚出关，对如今界灵公会还不了解，但是他却觉得楚风绝对是他界灵公会的希望。这位少年比他年轻的时候还要厉害数倍。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只是面带微笑，而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在楚风的心中，他并算不上是界灵公会的人，尽管界灵公会对他有恩，但他也并未将自己真正的当作界灵公会的一员看待。所以在他的心中，他只是青龙宗的弟子。这也是楚风只叫顾天辰前辈，却并未叫老祖的原因。界氏族人，元刚宗火神们，白藏教，逍遥谷，你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东西们，趁本大爷不在，便敢肆意欺负我的兄弟，还敢在九州大陆各处发放通缉令来通缉我兄弟。今日就是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日子。界氏，你这杂碎最不是东西，先前就属你叫的罪欢。你很喜欢碎人肉身是吧？那本大爷便让你感受一下被吃掉肉身的滋味。突然，妖猴王意念一动，在他的身前便打开了一道巨大的结界大门。自那结界大门之内走出了一只来自兽灵界的界灵。当这只界灵出现之后，那由界氏召唤出的四只界灵竟然开始发出阵阵胆怯的低吼，那巨大而狰狞的双眼之中更是闪烁着浓烈的恐惧神色。虽然同样是来自兽灵界的界灵，但是妖猴王所召唤出的这只界灵，无论是体型、气势还是实力，都远在界氏所召唤出的那四只之上。这是一只实力在天武七重的界灵，不止修为强大，就连战力也是异常惊人。不错呀，这只妖猴倒是有两下子，竟然能与这样一只界灵结缔契约。当这只界灵出现后，那在楚风精神世界的蛋蛋颇为意外地笑了笑。蛋蛋，这只界灵有何特殊之处吗？楚风问道。这是一只拥有高贵血统的界灵，可以说是兽灵界内诸多界灵中的贵族，所以力量比寻常的兽灵界界灵要强。以这只界灵的力量，恐怕界氏与顾天辰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蛋蛋解释道。竟这么厉害？听得蛋蛋的解释后，楚风越发觉得这妖猴王的实力的确很强。而就在这时，那只妖猴王召唤出的界灵先是对着天空咆哮一声，随后便踏空奔跑，几个箭步便来到了界氏的身前，随后大嘴一张，竟将界氏的半个身子咬了下去。这一刻，鲜血淋漓的界氏一阵狼嚎鬼叫，没了半个身子是小，连他的丹田都破碎了。修炼了100多年的修为就这样流逝，着实让他难以承受。可是紧随其后，那只界灵又是一口下去，他并未将界氏吞掉，只是咬断了界氏的一只手臂。在此之后，他越咬越小，有意将界氏撕扯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之下，界氏意念转动，一股奇异的光芒自其体内爆射而出，冲天而起，乃是神石，是界氏凝聚的神石。然而就在那神石刚刚飞出之际，那只界灵却是双眼闪烁，随后张嘴一吼，一阵狂暴的音波便扩散开来，竟硬生生地将界氏的神石震成了粉碎。随后他又大嘴一张，将界氏剩余的身体一口吞下，得意地咀嚼起来。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这一刻，妖猴王将目光投向了元刚宗、白藏教、火神们以及逍遥谷的4位老祖。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等有眼无珠，才会得罪了楚风，还请大人饶我等一命。见妖猴王将目光投向自己，元刚宗的老祖顿时双腿发软，老泪纵横的哭喊着求起饶来。面对生死关头，哪怕是地位超然、实力超然的他，也是展现出了懦弱的本性。这位前辈饶命！饶命啊！我者实不知楚风是您的兄弟，若是知道，就算是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对楚风出手啊！所谓不知者不怪，还请前辈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日后您让晚辈做牛做马，晚辈都愿意。白藏教的老祖也同样苦苦哀求。这一刻，他简直连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楚风身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靠山，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针对楚风。可是天下没有后悔药，他现在当真是后悔莫及。这一刻，倒是火神们的门主显得硬气许多。他冷哼一声，无惧不怕地说道：“要杀要剐，随便。老夫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没错，不过是一只区区妖兽吧，也值得我等求饶。”逍遥谷谷主同样做好了必死的觉悟，所以并未求饶。哈哈，你们两个倒是有点意思。妖猴王哈哈一笑，震荡的苍穹都是一阵颤抖。随后他眼神一变，在其身后竟又打开了7道结界大门。与此同时，7只强大的界灵也是自那结界大门内跨越而出。这7只界灵都是来自兽灵界，并且实力都在天武7重，就连气息也不比之前那只弱，皆是拥有高贵血统的界灵。总共召唤出8只界灵之后，妖猴王手指下方高声说道：“将那些被我束缚之人全部吃掉，一个不留。”妖猴王话音刚落，8只强大的兽灵界之界灵便仰天长啸一声，随后便4脚踏空，急速奔跑，张着那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向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高手们飞奔而去，准备大开杀戒。面对这一幕，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所有人都被吓得闭上了双眼，不忍看到这样血腥的一幕。倒是界灵公会的人，一个个满面的解气，脸上不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偷偷为8只界灵鼓气加油，希望他们快点灭掉这群大敌。不过却没有人敢一同出手相助，因为他们也很惧怕那8只界灵，生怕若是自己加入战场，会被8只界灵物伤到自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全部都给我住手！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声音却突然在远处的天空炸响。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强大无匹的8只界灵竟然也是低吼一声，随后一个个退回到了妖猴王的身后，将那惧怕的目光投向天际的南方。与此同时，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投了过去，因为刚刚那道声音正是自那边传来。很快的，在天际的南方便传来了阵阵轰鸣之音，数辆金色的战车出现在了夜色之下，正踏空而航，向界灵公会的方向飞掠而来。这数辆战车，每只战车都是由一只天武境的庞大妖兽牵引，异常霸气，在夜色之下金光闪闪，耀眼至极。而在这数辆金色战车之后，还跟着数万人的大军，这些人皆是身穿金色铠甲，跨骑能飞的战马。大军之中还竖立着数根战旗，上面写着姜氏皇朝4个大字。姜氏皇朝，他们最终还是出手了吗？看着姜氏皇朝的大军，楚风喃喃自语道：“不过来的似乎晚了一点。”紫菱也是在一旁说道：“不，依我看，他们倒是来得刚刚好。”妖猴王冲着楚风和紫菱一笑，便将那微眯的目光投向了姜氏皇朝的大军所在。终于，姜氏皇朝的大军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停在了半空之上。他们并未来到界灵公会的上空，而是停在界灵公会之外。界氏族人族长、界灵公会会长给本皇过来！忽然，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之内，再度传来一声暴喝。当这个声音响起之际，一股强大的力量也是自那战车内爆发而出，席卷了这片天地。那由妖猴王树附主、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力量，也是被这股强大的力量破解。是皇主，是姜氏皇朝的皇主。这一刻，界灵公会的高层们眉头紧皱，他们已是听出了来者之人是谁，那便是姜氏皇朝的皇主。皇主是皇主大人，太好了，太好了！而相比于界灵公会等人的眉头紧皱，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人可就一个个喜笑颜开，都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一边擦拭着额头的冷汗，一边笑得合不拢嘴。与此同时，界兴鹏也是狂喜不已，他身形一纵，便率先向皇主所在的战车飞掠而去。而界灵公会的会长也没有犹豫，同样是飞身而起，眨眼间便进入了那战车之中。猴哥，我们要怎么办？就在这时，楚风开口问道：“稍安勿躁，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带着一群渣渣部队而已，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样。”妖猴王不急不躁地站在空中，丝毫未将姜氏皇朝放在眼中。片刻之后，那关闭的战车们再度打开。这一次，一名头戴金冠、身穿金袍、威武霸气的中年男子自战车之中走了出来，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界兴鹏以及界灵会长2人。这名男子很强，以楚风如今的修为，根本无法看透男子的实力。而在看到界兴鹏以及界灵会长对这名男子那毕恭毕敬的模样，想都不用想，楚风也知道，这位一定就是整座九州大陆的真正主宰者，姜氏皇朝的主事人，姜氏皇朝的皇主。晚辈乃是姜氏皇朝的皇主，拜见妖猴王、顾天辰2位前辈。这位皇主走到界灵公会的上空后，竟然面带微笑，抱拳弯腰，对着妖猴王和顾天辰施以一礼。你这小鬼，竟然知道本大爷的称号？妖猴王微眯的双眼之间涌现出一抹意外。妖猴王前辈100年之前震动大陆，那时我姜氏皇朝便曾四处打探您的身份，所以早在100年前，我姜氏皇朝就已知道妖猴王前辈的大名。晚辈可以说是听着妖猴王前辈和顾天辰前辈的事迹长大的，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2位前辈，实乃晚辈的荣幸。这位皇主没有一点架，倒是显得很是谦卑。皇主大人客气了。顾天辰也是对这位皇主回以一礼，虽然辈分上他的确要在皇主之上，但是在身份地位上和如今的修为实力上，他都远不如这位皇主。对待这位皇主，他不敢不客气。你这小鬼倒是有点意思，辈分倒是分得很清楚。不过你身为九州大陆的掌管者，却任由麾下势力为非作歹而不管，这就是你的失职。
你可知错？妖猴王大嘴一撇，竟当众训斥起这位皇主。你这妖猴，在皇主面前还敢如此狂妄，真是找死！见状，在皇主身后的介兴鹏指着妖猴王怒斥起来：“住口！”可谁曾想，皇主却是勃然大怒，狠狠地瞪了介兴鹏一眼。小人知错。这一刻可将介兴鹏吓坏了，身体不由剧烈一颤，随后向后倒退一步，低下头，不敢再多说半句。妖猴王前辈所说甚是，九州大陆会变成如今的局面，的确是晚辈的过失。不过晚辈也实在是有事在身，离开九州大陆已有2年之久，近日才刚刚回到大陆之中，得知这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后，便赶忙前来阻止。不曾想还是来晚了一步。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介氏老前辈也被妖猴王前辈您所斩杀，不管谁错谁对，都有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依我看，今日之事不如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此翻过，都不要再追究什么了。不知诸位意下如何？皇主将目光扫向了在场的诸位高手。皇主大人所言极是，我等愿意遵从。这一刻，在场之人几乎皆是弓腰施礼，哪怕是顾天辰也不敢反驳。但是哪曾想，那妖猴王却不肯买账，双眼一瞪，大嘴一撇，吼道：“不行！”妖猴王此话一出，几乎在场之人皆是面容一变，唯有楚风与紫菱面色不改，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想要看看妖猴王接下来要怎么做。妖猴王前辈，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论起辈分，他们都是晚辈。就算他们之前做的再如何过分，但毕竟楚风小友，如今还好好的活着。可是，在关界氏族人等势力，如今可就是损失惨重。实际上，他们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依晚辈看这件事，不如就这样过去了，可好？皇主并未动怒，而是面带微笑，好言相劝。而看到这样一幕，介兴鹏以及介灵会长等人可就是吃惊不已，因为根据他们的了解，皇主大人可向来是一位霸气非常、杀伐果断的存在。今日竟然如此谦卑，着实让他们大跌眼镜，打破了他们心中皇主的形象。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妖猴王的确很强，不然堂堂皇主大人，这九州大陆的主宰者，不可能会表现得如此谦卑。冤家宜解不宜结，没错，的确是有这么个理。不过本大爷，我也送你一句话，那就是杀人不灭口，后患无穷。本大爷我倒是不在乎这些个杂碎，因为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威胁到本大爷。可是本大爷的子孙呢？本大爷的后代呢？若是本大爷的后代不如这些杂碎的后代，那日后岂不是要遭殃？本大爷岂不是要灭种？到时候早就进棺材的你，能出来为本大爷主持这个公道吗？妖猴王凌厉地反问道。妖猴王此话一出，几乎把所有人都给问住了，因为他所说的确在理。像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这样的势力，肯定会记住今日的恩怨，日后若是有机会，他们定会复仇。但是皇主大人显然不是简单的角色，对于妖猴王的质问，他只是淡然一笑，随后笑道：“妖猴王前辈，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修为有限，的确不会长存于世。但是我姜氏皇朝屹立在九州大陆已有数千年之久，我相信我姜氏皇朝绝对能够一直存在下去。我今日可以让他们再次立世，从今以后，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子孙，都不可对妖猴王前辈以及楚风、界灵公会的后代出手。若是他们有违誓言，那么不用别人动手，我姜氏皇朝一定会第一个灭了他们。你小子话说的倒是好听，但是你们明明是一个鼻孔出气，到时候等本大爷入土了，你姜氏皇朝就算帮着他们对我的后代，我也没有任何办法，那我岂不是亏大了？”妖猴王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大嘴一撇，竟显示不罢休之势。妖猴王前辈，那您说今日之事要怎样才肯罢休？怎样才能饶他们一命呢？面对这样的妖猴王，皇主也是没有办法，只能选择妥协妖猴王的想法。小子，我知道他们这些势力传承了这么多年不容易，若是本大爷真将他们灭了，对九州大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做了错事就要接受惩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别说本大爷我不讲道理，不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他们每做势力拿出1万颗天珠给我，表示一下悔过的诚意，那本大爷就放过他们。妖猴王说道。什么1万颗天珠？听得此话，界氏族人以及4大势力的人一个个的脸都绿了。天珠为何物？那可是极品天药，无价之宝。据说1颗天珠的药力可是相当于1万颗玄珠，而论起价格的话，1万颗天珠那也就相当于是1亿颗玄珠，这个数量绝对让人吐血。莫说这些势力拿不出这么多天珠，单单是天珠，他们根本都拿不出，因为极品天药天珠在九州大陆中只有姜氏皇朝有。可就算是在姜氏皇朝内，天珠都是极其尊贵的东西，只有立功的族人才能偶尔得到几颗。所以这妖猴王绝对是狮子大开口，逼死人不要命。妖猴王前辈，莫说是他们，哪怕是我姜氏皇朝，也是拿不出这1万颗天珠啊！皇主无奈地擦了一下额头，就连他也被妖猴王吓得冒出了冷汗。那就每个势力拿出1000万颗玄珠，这回总藏了吧？妖猴王撇了撇嘴，这皇主先是看了界兴鹏以及4座势力的老祖，这才开口说道：“妖猴王前辈，实不相瞒，他们的确拿不出这个数量，哪怕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你跟他们要1000万颗玄珠，还不如杀了他们。”皇主无奈地摇了摇头。那好，既然拿不出来，那我就杀了他们。听得此话，妖猴王血红色的双眼寒光一闪，一股磅礴的威势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强大的气息席卷天地，使得星月变幻，风起云涌。哪怕是那站在空中的姜氏皇朝大军，也是难以抵挡，被吹得连连后退，已是溃不成军。前辈住手！见状，皇主面容一变，赶忙暴喝一声，同样一股磅礴的气息自其体内散发而出，竟硬生生的与妖猴王的气息交织在一处，二者的气息皆是很强。
使得这片天地风云涌动，电闪雷鸣。本平静的夜空顿时化作一处天力四溢的恐怖之地。面对这股气息，很多人都无法抵挡，一个个口吐鲜血，昏死了过去。不过好在，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瞬间，但只是这一瞬间，在场之人就有一半身负重伤，甚至毙命。小子，你是要与本大爷一战吗？妖猴王血眼怒瞪，怒吼一声，变阵的天地都是一阵颤动，强大的力量显露无疑。晚辈万万不想与前辈交手，只是恳请前辈给晚辈一个面子，给予借势族人、元刚宗、逍遥谷、白藏教、火神门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会让他们每座势力奉上500万颗玄珠来表示诚意。皇主隔空施礼，诚恳地说道。皇主大人此话一出，4大势力的老祖那本就铁青的脸上顿时变成了紫茄紫色，那目瞪口呆的模样，简直是要多精彩有多精彩。500万颗玄珠虽然比1000万颗玄珠少了一半，他们的确拿得出来，但那可是他们历代先祖积攒了近千年的积蓄，若是拿出去的话，就等于祖祖辈辈们近千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他们这传承了近千年的4大势力，等于成了4座空山。可是碍于这是皇主发话，他们却不敢有丝毫无怨，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拿出全部财富，他们的心在滴血，但是总比被灭门要强得多。而见到皇主这般有诚意，了解5座势力所拥有真实财富的妖猴王，这才收起怒容，微微一笑。那好，既然你小子都开口了，本大爷也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火神门，每座势力给我拿出500万颗玄珠即可。不过那借势族人必须交出1000万颗玄珠，否则免谈。什么1000万颗玄珠？这还不如杀了我！听得此话，谢兴鹏大有吐血的冲动。虽说论底蕴，他借势族人的确拿得出1000万颗玄珠，可是若是真的拿出来了，那他借势族人也会底蕴掏空，什么都不剩了。没有了大量的财富压阵，那他借势族人的后辈该如何修炼，如何立足？没有了优越于其他势力的修炼条件，他借势族人的后辈莫说与界灵公会的后辈抗衡，恐怕日后很难再有如今的辉煌，将沦落为普通的一流势力。谢兴鹏，你是想要保护住这1000万颗玄珠，还是想保住你借势族人？皇主狠狠地瞪了一眼谢兴鹏。皇主大人，小人想保住借势族人。借兴鹏虽然心有不甘，但却也能够看清眼前的局势。道理很简单，虽然1000万颗玄珠没了，会影响他借势族人日后的发展，甚至会在几百年内都陷入低谷，但是若是他借势族人被灭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哪怕他借势族人如今的财富，也都会被人抢走。所以这个选择题其实很容易抉择。而在谢兴鹏应下之后，妖猴王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条件，那就是10日内他要见到3000万颗玄珠，否则绝不善罢甘休。这可难坏了借势族人以及4座实力。虽说这3000万颗玄珠他们能够拿得出，可是也需要变卖很多宝物，当真是要砸锅卖铁才能凑齐，这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他们的势力本就在天南地北，所以10日之内送到妖猴王的面前，实在是太过难为他了。这种情况下，姜氏皇朝的皇主再度站了出来，出了一个好点子，那就是这3000万颗玄珠，姜氏皇朝会垫付。也就是说，姜氏皇朝会先拿出3000万颗玄珠交给妖猴王，只不过日后借势族人以及4座势力是必须将这3000万颗玄珠还给姜氏皇朝的。妖猴王只关心玄珠的数量，并不关心来路，只要玄珠能如数到手，就什么都好说。所以对于皇主提出的建议，妖猴王自然是爽快答应，没有异议。于是妖猴王、楚风、紫菱还有张天翼、顾天辰便一同被邀请到了姜氏皇朝做客，顺便取来拿3000万颗玄珠。虽说姜氏皇朝强者如云，是一个令人忌惮的地方，但是有妖猴王这位无法无天的强大存在坐镇，楚风等人也是有恃无恐，毫无顾虑的便登上了姜氏皇朝的战车，前往了姜氏皇朝这座九州大陆的巨无霸级势力。而在楚风等人离开后，因破财免灾才能幸免一难的借势族人、元刚宗、火神门、白藏教、逍遥谷也是开始带着精英大军各自返回势力之中。想当初他们5大势力联盟攻打界灵公会之时，那是何等的风光，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壮举。但是他们却万万也想不到，会因为楚风的出现而落得如今的下场，不但惨败不说，还差点遭到灭门。4大势力分别死了4位宗主，而借势族人更是死了闭关100年的老祖。这个消息若是传散出去，他们5大势力定将因此名誉扫地，成为人们口中的笑柄。所以他们表现得极为低调，并不想让这个消息传出去。可是有人忧愁，有人喜，在5大势力低调返回，不想将惨败的事情让人知道的时候，界灵公会却出动了所有传递鸟，将这件事情大肆宣传开来。于是乎，在5大势力被界灵公会击败，借势这位100年前的绝世天才，以及4大势力的当家宗主陨落的消息，很快便在九州大陆传开。而为了宣扬界灵公会的强大，界灵公会的人更是大肆宣扬了楚风与妖猴王的事迹，使得人们知道妖猴王就是100年前击败借势和顾天辰的神秘强者，万妖山的真正妖王，并且是楚风的结拜大哥。因为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当人们得知一切后，自然而然地把楚风推举为此次界灵公会击败5大势力的最大功臣。尤其是当5大势力当初通缉楚风的真相被揭开后，楚风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俨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不再是那个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与恶势力做斗争的少年英雄，已经成为了正面教材的典型人物。想当初哪家孩子要是不听话，老人就会说还哭，再哭楚风就过来抓你了。而那些孩子也是夸张，竟然被吓得立马憋住大嘴，不敢哭了。可见当初楚风的恶名
是有多可怕。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要是有哪家孩子不听话，老人就会说别哭了，来，我给你讲一个少年英雄楚风勇斗恶势力的故事。而一听老人这么一说，那孩子果真立马就不哭了，往地上一坐，双眼瞪得溜圆，目不转睛的等着听楚风的故事，别提多兴奋了。至于那些之前本就崇拜楚风的人们，更是越加的疯狂了，甚至有大批年轻人开始背起行囊前往青州，不因别的，只因有人传谣言说楚风准备重建青龙宗，所以那些崇拜楚风的人得知这个消息的后，自然一马当先，想要拜在楚风门下。总之，楚风已然彻彻底底的从当年的负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已在九州大陆的传奇事迹中画下了浓重的一笔。